小伙刚打开门，就被蒙面快递员持枪打晕，接着他来到了小伙女友面前。事后警察也赶到了这里，经过询问得知，女孩根本没看见歹徒的面貌，只听见对方不停地喊她泰西，喊小伙查德。然而奇怪的是，这根本不是小情侣的名字，俩人也不认识歹徒口中的人，而这让警察不得不怀疑，歹徒是走错房间，袭击错了人。那小情侣可真是倒霉透了。于是接着警察就按照这个思路开始调查了起来，并且还抓了一名无辜的路人。本以为能够屈打成招，不料关键时刻，警察自己先找到了这个冤种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案子一下子又陷入了停滞。哪知恰好这时，本森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居然是同样的作案手法，那更说明真凶还在逍遥法外了。而2号受害女孩同样遭到了辱骂，也被称作了泰西，男孩被骂作了查德，好像歹徒很恨他们一样。对此，警察分析认为，这是某种癖好或者连环作案，凶手很爱一个叫泰西的女孩，但却被一个叫查德的占了先机。结果立马就有人否认了这个猜测，因为他刚查到了一些东西，是从暗网上，泰西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的名字，而是指代受欢迎、拥有亲密关系的女性。查德则是指代拥有异性吸引力、能正常恋爱的男性。至于强奸犯，则是非自愿独身者，大多是被泰西拒绝过的。至此，大家也明白了，他们要找的凶手是一名被2位女孩拒绝的失败者。但这无疑是大海捞针呀！可警察目前只有这一条线索，只能让受害者自己想了，有没有拒绝过什么可疑人物。然而1号确定没有这样的人，同时2号也不认识1号，俩人没有任何交集。不过2号却想起一名嫌疑人，他自称在交男友之前，曾去过一家新式性爱俱乐部，却在门外遇到了一个诡异的男人。They wouldn't let him in, so he begged me to pretend like we were together. Did you? No. Okay. Do you remember his name? He said Riley's cool, like in the third person, like I was supposed to know who he was. Okay. He was still there when I left. 可自此之后，莱利就开始跟踪起了2号，那他可就有很大嫌疑了。随后警察就找上了俱乐部老板，从他那里得到了莱利的信息。就这样，莱利被捕了。可是面对审问，他根本不承认认识2号，也否认了强奸。警察当然不会这么轻易被糊弄，于是直接把话挑明：我们会核实你的不在场证明，调查你的手机记录以及所有街头监控摄像。一旦发现你靠近过2号家，那下半辈子你就在监狱里过吧。但莱利有不在场证明，根本不为所动。哪知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同类强奸案，但这次却升级了，男方竟被枪杀了，并且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据3号受害者卡尔描述，歹徒喊了自己男友的名字，而不是之前的查德。还有就是对方还提到了他的朋友莱利，而这都是一些新线索。随后针对这3起案子的不同点，本森做出了大胆分析。根据2号遭到袭击时莱利有不在场证明，但1号被袭击时他却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极有可能是他们相互串通强奸，也就是莱利强奸了1号，是给他同是非读者的哥们帮忙，而后者又强奸了2号，来给莱利报仇。结果检察官都被整懵了。 Look, Peter, just hear me out. They were all snubbed by women. They all wanted revenge. So one buddy gets it for the next. None of these guys had any particular connection to their victim, so they all alibied out. 对此，检察官不得不佩服本森的思路，然后就为他申请了搜查令，检查了莱利的电脑，发现他在第一次强奸之前发了很多消息，都是发给一个自称头号仇恨者的人。所以这可能就是那个哥们了。接着根据掌握的线索，警察再次审问了莱利，并且直言相信你没强奸2号，但强奸的却是1号。可莱利称不认识1号，而这警察也相信，不过却把他们互相帮助的事挑明了，也直接说出了头号复仇者，当然还有他发给对方的消息。 Your turn, bro. You wrote that on the day that Ann Whitman was raped. Hey, for one response, my pleasure. And then the next day, boom, it's Beth Palmer's time. 可莱利仍是嘴硬，不料接着警察便恐吓了起来，并重点提到了第3起谋杀案，威胁他即使判无期徒刑都不够。随后在莱利心理防线崩溃之际，问出了头号复仇者是谁，而莱利也就木然全交代了，但却保证他没有杀人。 Who did? A guy Chris met online. Iron Cross X. I don't know his real name. 而这对于警方来说可是巨大收获。然后他们便根据莱利的交代，来到了复仇者克里的家里，并当着母亲的面将他给逮捕了。但克里的律师却辩护，他什么都没干。可检察官有莱利的口供，本森也详细讲述了2人是如何串通作案的，并将他们指控为犯罪团伙作案。对此，克里当然不认。然而检察官却强势表示，对于团伙作案，法律有规定，可以先没收财产再调查，到时我就会先没收你的房子，让你的母亲在调查结束前都要睡大街。这下克里终于急眼了，于是在检方的威胁下，他不得不低头，乖乖交代都是铁十字的主意，他的真名叫托尼。然后警察就立马来到图书馆，将正在读书的托尼给逮捕了。然而面对警察的审问，托尼却一言不发，律师则要求出示证据。于是警方拿出了2名同伙的口供，但这显然不足以指证。不料警察还有关键证据，就是当卡尔被强奸时，托尼的手机定位显示他就在那里。哪知律师立即要对定位记录的搜查令，结果一下把警察问住了。显然没有搜查令属于非法获取，定位记录不能成为证据。事后检察官也很生气，责怪警探们违法搜查，搞砸了这个案子。可警探们也很委屈，
他们是在调查托尼通话记录时，无意看到了他的定位信息，所以就直接拿来用了。但检察官还是坚持，即使那样也应该先申请搜查令的。而既然只有这么一项证据，检察官也只能在法庭上抢辩，希望法官裁决这项证据合法。律师当然是反对的，结果最终法官还是以隐私权优先，裁定定位信息不被采纳。见状，律师赶紧顺势请求，鉴于指控托尼的唯一证据只有同伙证词，那么该指控应该被驳回。对此，法官表示了赞同。就这样，律师大获全胜，卡尔算是白白遭受了袭击。可是警察们不死心，一定要找出其他证据来。结果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认为最了解托尼的莫过于他的母亲。于是随后警察就来到了托尼母亲家，向他打听起了托尼的事。但母亲却表示我两个过个的，互不干涉。不过小时候的事还记得。于是警察便提起了卡尔，哪知母亲还真记得，因为高3那年，托尼满嘴都是卡尔，还带他去了毕业舞会。显然俩人有过那么一段。然而警察从卡尔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他是跟别人去的毕业舞会，也就是说卡尔拒绝了托尼，而托尼却对卡尔幻想了整整10年。于是根据这个推测，检察官又找上了托尼，和他谈起了认罪协议。律师当然不屑一顾，除非警方有新证据。于是警察便把卡尔带了过来，托尼却假装不认识，而卡尔是真的不认识托尼。见状，警察则提起了母亲的话，还说你俩去了毕业舞会。结果托尼立马激动了，见状律师就要带他离开。Who are you? Why did you do this to me? 哪知面对卡尔的质问，托尼终于有了回应。Chad and Stacy and Chad, winners of the genetic lottery, flaunting it to the rest of us. What, losers? Look at you. All of you. You're all too obtuse to see what's going on. You have no idea. Perfect people running around Central Park, picnics in Sheep's Meadow, always flaunting, always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while I was alone. It's time you all learned your lesson. It's time we what, Tony? You don't know Hey, who I step am. back! Step back. Don't do that again. Well, I know you, Carol. I know you used to live at 617 East 63rd Apartment 23B. You and your perfect mom and dad. I know you love frozen hot chocolate from Serendipity. Your favorite movie was... No! I know your old cell phone number was 555-0179. You know how I know that? You know how I know that? Because I called it and left a message asking you to prom, but I guess your inner bitch took over. You didn't even have the decency to call me back. Is that why you killed John? Why should he have a life when I had nothing? So you raped Carol. I took what was mine. 至此，整个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了，托尼再也逃脱不了了。而事到如今，律师只能同意协商了，却哪知最悲催的竟是卡尔。其实这并不是完整真相。You bastard! I never got your voicemail because that was never my phone number. You called somebody else. You stupid, evil bastard! 原来竟是因为托尼自己搞错了，才导致了这场悲剧。就连办案多年的本森都万万没想到，一切竟都是误会引起的。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逝去的终将再也回不来了，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创伤。